嗨，大家好，我是 Judy， 欢迎您再度收看589操盘笔记，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继续前3个星期，我们今天又请到了 PGIM 保德信陈顺金、陈协理。大家好，我是 PGIM 保德信大中华经理人陈顺金，今天很高兴来到节目。继上个礼拜我们讲过通膨之后，那我们这个礼拜要介绍有关于升息的议题。好，我们首先看一下投资人对于升息这个地方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很简单，这个问题就很简单，说升息到底是指什么呢？好的，其实呢，我想我们在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讲说，上礼拜我们看到通膨的数字很高，然后我们说其实各国政府做了很多的努力，其实最大的他做了什么，就是升息哦。那在升息的方面来看呢，就是它是指央行，就所谓的中央银行调升所谓的基准利率，我们都会告诉大家什么是基准的利率哦。那调升了所谓基准利率了之后来看呢，市场就会根据这个基准利率去调整其他的利率，像是存款利率，大家可能会发现说自己存在银行户头的利率变多了，或者是说如果你是有房贷的，或者说厂商有一些放款的，或者说大家可能有人去借信贷的，会发现房贷的利率跟所谓的放款或信贷利率都有跟着一起上来了，在最近这1-2年。那另外呢，债券所谓的公债价格也会跟着变动，甚至连股票价格呢也会跟着央行这边调整利率做一个变动，所以呢它跟我们在投资上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那不仅跟债券或股票投资有关系，其实跟大家的民生相关息息相关的。如果你有房贷的话，大家可能可以知道说你原本的房贷可能增加了不少咯。那可是呢另外一方面，如果你是一个存款的人，你可能会很开心，因为你的利息收入也变多了。可是变多也只有变到1年期的定存才好不容易爬到1%以上。对，但是它至少有做一个调整嘛。我们等会可以跟大家讲说，其实这1%已经算是非常难能可贵了，因为在过去央行呢，在台湾过去的10年是只有降息没有升息的。OK， 好，那我们接下去看一下哈。那如果说我只是一个小白，也不是金融商学系毕业的，到底你们说的什么升降息的时候，老师爱用什么1码半码，那到底代表是什么意思呢？对这个问题，如果你不是金融相关或投资很久的人，可能常常都会有人在问这个哦。那其实呢，这个是从美国这边来的，因为美国他们升降息的单位就是用所谓的码为单位，1码。那美国的呢，他们呢就每次你看到大家可能看到新闻的说Fed 美国联准会升息1码，那1码就是0.25个百分点。那台湾有时候呢，因为不会想一次升那么多，会影响到我们刚刚讲到的，大家可能会比较担心说，房贷率增加啦，因为我们央行都会比较照顾台湾的老百姓所以他有时候就是用半码来做调整。所以呢，半码就是1码的一半，就是0.125%。那在美国来看呢，大家看新闻比较多，1码呢就是0.25%这是我们在利率升息或者降息最常用到的单位，它就不像我们用10进位，就是大家可能不会想说听到什么升息0.1、0.2%，没有因为在国际上惯用的就是所谓的1码就是0.25%或者是0.125%，在台湾这样子用的。OK， 谢谢陈协理详尽的解释。接下来呢，投资人又有在问啦，因为大部分人对升息比较有感，就是房贷利率嘛，他就会说，那台湾央行如果要看美国升息，那我们要考虑升息，它会注重的因素有哪些呢？就像 Judy 刚刚讲的，其实台湾的央行或者是各国央行，其实在考虑升息的时候，最重要就是看这3个：经济的好坏、就业的情况跟通膨。那我们在上周有讲到，通膨就是看所谓的 CPI，那就业来看的话，就是看现在的失业率，那经济来看的话，就是讲到看 GDP OK， 所以如果说你想假设你自己是央行来看，或者说你想预测央行会不会升息、降息来看的话，你就是去看经济，就是 GDP。就业就是失业率，通膨就是 CPI， 所以你大概就可以猜得出来央行的动作了。那刚刚 Judy 有讲到说，其实台湾的央行也会参考美国央行的动作，主要是因为现在呢，国际的资金流来流去，有时候他们会去找比较适合投资的标的，然后呢，那大家都会看美国动作，所以台湾央行也会参考美国动作。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央行看到这3个数字来看的话呢，它就会来决定市场上变动了。那所谓市场上变动呢，专业的术语叫做呢，又改货币政策做一些调整。大家可能说什么叫做货币政策调整，就是所谓的升息的最大的一个货币政策的调整了。所以你看到新闻所以说央行要调整货币政策，或者是说美国或者是欧洲或日本要调整货币政策，你大致上就可以知道说他们可能会做升息或降息的动作。那在这1-2年全球都是做升息的动作比较多了。
那为什么做了升息之后呢，会有影响呢？我们刚讲到说，你可能借款的利率往上走了，对，或者是说你现在房贷利率变多了，对，你是不是就觉得说我本来想买1间房子、2间房子，你就没有办法买这么多了，所以你的行为就会做一些改变了，就会变成说你的需求就会变少了，降低欲望。对，它就是主要就是说透过需求来降低欲望，好，然后影响需求，然后降低了物价，然后呢，它就会影响到物价啦，或者就业了，或经济的一个目标，就刚好又回到了前面央行关心的数字了。哦，就是 GDP 回到他认为应该的水准，还有失业率，还有 CPI 都回到他认为合理的水准，它才会停止。对，那现在来看呢，它不是3个一起都影响，或说不是说3个一起都很注意，像现在最注意就是通膨的状况，所以呢，可能它可以忍受就业状况稍微不好一些，或经济的情况 GDP 稍微不好一些，但是它就是要先控制通膨，就是每一个阶段央行注意的东西不太一样。当然，在现阶段最重要的就是看 CPI 的一个数字。OK， 我们谢谢陈协理详尽的解释。那接下来呢？这个问题也是投资人提出来，就是说从2022年开始后，台湾跟着美国Fed这个地方做一个升息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样子呢？好的，其实我们台湾央行来看的话，它1年会召开4次的理监事会议哦。那在这会议来看，就是在各季的季底，就是3月、6月、9月跟12月哦。那在这会议来看的话呢，它会决定利率是不是会做一些变动哦。大家在投资很久的股市投资很久的投资人啊，可能就会知道说，其实在过去的10年，你根本都没有在听过说升息的议题哦。没有错，台湾前一次升息是在2011年，已经在10几年前了。Okay. 那你可以从图上看的话呢，其实在过去的大部分都是属于降息的一个状况，那在最近才开始做升息。我们台湾来看的话，是在2022年3月做第一次的升息，央行升息了1码哦。那在6月、9月跟12月来看的话，各升息了半码，也就是说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讲到说，其实央行来看的话，对于台湾的投资人是还蛮照顾的。他们担心如果升息太大，像美国升那么快、那么大的话来看呢，对于整个民生消费会影响比较多，所以我们升息的幅度就稍微就少一些了。所以说台美的那个利差就显得扩大了。对，没有错。OK， 好，那接下去我们再看一下投资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如果是美国的联准会的话，他要做升息动作之前，他会做的一些工作是什么呢？好的。其实在美国联准会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说，美国的联准会就是台湾的一个中央银行哦，就是说大家可能它就是名字叫的不一样，在台湾，台湾就是中央银行，在美国你看到的所谓的央行就是所谓的联准会，那他们呢就是负责美国货币政策的一个制定，所以呢大家看到美国什么升息啦，其实就是联准会在做制定的，那他们呢也会有一个会议会决定利率，叫做FOMC。对，大家如果常常看到新闻就写说的 FOMC， 它就所谓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哦，所以有时候有些新闻就直接写 FOMC 会议了。那它1年是开会了8次哦，比台湾还勤快。对，需要管辖的一个地方比较大一些，所以呢就多讨论给大家，让大家知道整个会议的一个状况。那在会议中呢，就会决定整个利率的一个政策。所以你从它的会议之后来看的话呢，比如说就会知道说，它会说明它是每次联邦利率的一个区间嘛，我看他每次都是说一个范围。对，那大家刚刚讲到说，我们讲到的基准利率呢，在美国就所谓的联邦基金利率，这个就是他们所谓的基准利率。然后呢，这几年他们都是一个区间哦，然后大家就可以用这个来去看哦。那另外呢，他们在声明稿中，他也会说明目前的一个经济展望跟就业的情况。所以我们刚刚在讲到是说，央行呢，他会看所谓的经济展望 GDP 跟整个就业状况，所以大家就会从那个新闻稿中就去猜Fed到底要升多少，或者是说是每次都快升，还是慢慢升，好，升1码、2码、3码哦。那这就是我们在知道Fed的一个从他的一个声明稿跟他对于经济展望呢，就会做他的看他的升息降息呢，它就会影响整个金融市场的一个状况了。那呢，所谓金融市场状况就包括我们讲到的包括利率啦。汇率也是会影响的那像美元走势也是常常在Fed开会之后来看做一些变动那它会影响到其他的一个经济指标。然后像是就业啦、生产啦，或者产品的价格，它其实跟台湾是一个蛮类似的状况，只是呢，它考虑因素可能更大、更多了，因为它更细致一点。对，或者说，因为呢，它会影响到包括
除了美国，包括全球的整个动向嘛。对对，因为全球其实都看着美国在做，所以呢，他其实考虑的也是更全面的一个情况。所以当老大哥也不容易，也是。那接下去我们再看投资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好，那我们已经知道联准会它要经过这么多的考量，刚刚我们说的包括了就业啊，还有物价，还有 GDP 啊，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这一波从2022年到2023年，那美国整个那个升息的过程呢？好的。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说，美国大概是一年开会8次哦。那可以看到说，他在去年的第2次开会的时间来看的话，就开始做升息1码的一个动作了。但是他之后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到说，他其实升息的幅度相当的大哦，2码，然后甚至在后面几次都升息3码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其实台湾的央行都只有升息1码哦，但是在Fed 来看的话，它其实升息的幅度相当的快。那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在我们之前有讲到说，美国的物价其实都到了8-9%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升息的幅度会这么大的一个原因哦。在各国央行就是看 CPI， 就是通膨物价来决定，所以你可以想到说，台湾的通膨可能就是2-3%，所以我们台湾央行就不需要像美国升息这么多。美国的通膨已经到了8-9%，所以它在去年又升息又快又急的状态。看到大家有没有看到？它其实每隔1-2个月就升息了3码，那3码是多少呢？0.75%。哇，蛮多的。如果你可以想象说，你看到你的房贷银行告诉你2个月就升息了0.75%，你可能会哇哇叫。对，他们在美国的消费者去年就面临了这样的状况哦，然后目的就是为了要控制通膨。所以我们这样简单用陈协理这个分析来看，就是2023年即使在升息，再怎么样密集，那幅度也应该不会像2022年这么强这么猛吧？对，你可以看到说，在2023年今年来看的话，升息的幅度就没有像去年那么多了。那主要的原因也是物价有开始慢慢的一个下来了。但是大家可能还是要持续的关心整个下来的速度跟幅度。那目前市场上可能会觉得说，升息可能到年中或者下半年就会稍微告一个段落。但是如果要到大家期望的降息，可能还要再等一阵子了。OK， 今天是对于那个美国的 Fed 还有那个利率这个地方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相信投资人呢，不管你是不是商学系的或学过经济学，经过今天陈协理深入浅出的介绍，你可能对于利率的变动还有央行那个美国央行 Fed 这边的动向已经有一个清楚的约略的认识了。那今天节目已经来到了后面，那下个礼拜我们要介绍什么呢？下个礼拜我们会把去年我们所介绍的 GDP 再拿出来跟各位复习一下，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影响Fed的决策的其中的一个因素也有 GDP 的因素在里面。最后还是要提醒你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那我们就下星期再见咯，拜拜。